走過太多戰役，野超正浪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上善皆若水，水到自取成。终于可以当御前侍卫了。捉拿倪俊的时候，聂德王有意借故拦阻，我怀疑他和倪俊是同党。你去查清楚聂德宝的底细。你带我爹娘来干什么？本官对你的身世有怀疑，当然要查问你父母了。你们回来就好了，真怕你们有事啊。没事，在侍卫营呢发现有奸细，起初他们误会我们跟那个人有关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他们查不出什么的。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侍卫营突然间说要查你，现在又放你出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太师啊，他向来一直都针对我。不过现在不要紧，等到水落石出了，我就回去了。而且我们身家清白，行得正站得直，我怕什么？我们几代呀，都身家清白的嘛。可不是，除非我不是你们亲生的。嘿，乱说话！你怎么不是我们亲生的？你这五官呢，简直跟你娘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扮女人逛大街，别人还以为你是长满楼子的老板娘呢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爹！我跟娘真的像得这么厉害吗？他只像我吗？不像你啊！他的脾气啊，跟你一模一样。说起来呀，你们父子俩啊，就像孪生兄弟似的。这我反对，娘。我觉得我个性比较坚强，比较坚毅。就是爹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嘿，你可以拿别的事来说笑啊，这可不能乱说啊！你怎么不是我们亲生的？那你再说那回，下次长你嘴。喂，好了，多宝啊，你折腾一天了，回房休息吧。一会儿啊，我弄宵夜给你吃。好，娘。那我也去厨房弄压惊茶给你们压压惊啊。真乖。去吧。哎呀，要死了！你这么大反应，要是露了馅儿啊，让儿子怀疑我们就不好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怕儿子，我怕的是侍卫营。万一他们查出咱们儿子的身世啊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这是欺君犯上啊！哎呀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相信他们查不到的。虽然这是以前的事，如今人家开始怀疑了。他们真的要查呀，能把石家庄给翻个个啊！我早就说了，不要让他当侍卫，他当什么侍卫呢？是你说要成全儿子出人头地，万一出什么娄子，杀头的。哎呀，让你说的我心都慌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马上去石家庄，我不能让他们查到我们的秘密，我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人伤害我的儿子。爹，这么早啊？还早呢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。幸好我不是最晚那个，娘还没起来呢。谁说她还没起来啊？刚才我看见双喜，她说一上午都没看见娘。哦，她一大早去了济南了。娘去济南干什么？啊，她突然间接到娘家来的信，说有急事让她回。娘的娘家不是没有亲人了吗？你有没有看见后面有2个陌生男人？啊，有啊，鬼鬼祟祟的，你看会不会是贼啊？哎呀，如果是贼的话，不知道是劫财还是劫色。哎呀，别乱说话。哦，小姐回来了。华哥，我爹呢？老板出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他走得很急，没说上哪儿去。你找他有要紧事吗？华哥，你有没有看见对面有2个男人，脸孔很陌生，古里古怪的？对面，没人啊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还在的。别多事了，帮忙打扫。啊，知道了，小姐。
倪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伤得很重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外面有没有人？他就在柴房里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！我们会处理。倪俊，我知道你在柴房里，乖乖出来束手就擒吧。不动！爹，子宁啊！倪俊，你好卑鄙啊！居然挟持我女儿当挡箭牌！说到卑鄙，比不上你。拿我500两说偷运我出京城，一转眼就跑去官府出卖我。我答应你只是权宜之计呀，你跟官府的瓜葛是你们的事啊！我在京城做生意，你别害了我们一家人呐！求求你放了我女儿。总之我安全离开京城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走！大爷，她真是我女儿啊！这个是重犯，你再走过来，我真的杀了她！别伤害她！拿起来他！快点！老爷小姐，喝杯珍珠粉水压压惊吧。哎呀，这次被这个姓倪的给害惨了，好好的惹祸上身。这个倪俊怎么会是冒充的？爹，你不是说他是你侄子吗？当年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只是8岁的孩子，时隔这么多年，根本没见过面呢。突然之间，一个自称倪俊的人说是我侄子，还说准备去考御前侍卫，那我就招呼他喽。爹呀，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人家的来历就招呼人家？哎呀，他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我怎么会料到当中有诈呀？要不是官府的人告诉我他是冒充的话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姓倪的是假的。如果这个人不是倪俊，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哎呀，他连御前侍卫都瞒得过，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又怎么会知道啊？这个冒充倪俊的人背后一定有目的，但是可惜我们查不到。当时形势危急，属下才会错手杀了他。那你有没有查到他跟白喜堂的老板有什么关系？他叫卓树堂，后来花了很多钱，赐了一个满人姓，叫额尔图。他很喜欢跟官场的人打交道，我看这个人也是满身铜锈，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。千万别看表面。但是这次是他向我们告密才会找到倪俊，后来倪俊还差点杀了他女儿，当时我在场，不会是假。我看他当初只是想巴结这个姓倪的，没其他勾结。无论如何，以后多加留意这个人。押他回去。是。倪俊，你会没事的，不要死。你不要浪费功夫，我知道伤得很重，根本保不住性命。你不能放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日月会反秦大业，还需要你呀。我记得当时我考完御前侍卫，以为可以进入进宫，减轻形势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看穿了我。我现在只是担心会连累你。你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让你安全的离开这里。没有用的，他们还在外面，我们跑不了的。你好不容易才得到亲人的信任，不可以为了我弄得前功尽弃了，知道吗？我在京城接触过什么人，他们一定会查到，很快就会知道我跟他有关联。我现在只想让你脱身，就算我死，也是值得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的！听住！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你教过我，为了反秦大业，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你成就我。大爷，她是我女儿啊！
这是中方。你再走过来，我真的上了他！你别伤害他呀！拿起他！兄弟，你的死不会白白牺牲的。哎，多宝你好六叔啊！好久不见啊！哎，来送给你，谢谢啊！太公，坚叔，你是聂多宝啊？多宝，你很久没回来了。是啊，也好几年没回来了。坚叔，我在京城呢，买了些特色小吃给你们，慢慢吃啊。听说你现在当了御前侍卫，真是我们石家庄之光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当了御前侍卫啊1个月前，侍卫营有人来调查过你的身世，我们才知道你要当侍卫了。哦，那我的身世你们个个都很清楚了？那当然，尤其是你出生之后，你娘跟你整天待在家里，有大半年没出来见人，我们都觉得很奇怪。还钱！还钱打你啊！还钱！你们不像是石家庄的人，为什么在这闹事？你找茬儿！哎呀！哎呀！放手啊！哎呀，好疼啊！为什么在这闹事？我们是马家村的人，这个臭婆娘拿了我20两银子，说帮我祈福，祈完福便逢躲必赢。可是我祈完福之后，还是逢躲必输。这个该死的神棍！没20两银子，那这里呢只多不少，拿了银子就走，不要再赌了。人家说逢赌必赢，你居然相信？我们走。你给我小心点。谢谢你，好心有好报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帮你给了20两银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20多年前我在这儿住过。你是谁呀？我没帮你祈过福。你真的不认识我？实在太好了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认得你呀！当年我帮你接生的，不过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保住。我儿子不见了，河水应该上涨过，孩子可能被水冲到下游。大师，求求你帮我找儿子，为齐家留下一点血脉。那么多年都找不到孩子，真是愧对恩公。就是你这个怪和尚！怪和尚，我是不是真跟你这么有缘？来到这里也遇见你，难道真的是你说的那个什么诸法由缘生？原来自有因，也许我们有宿世恩仇啊。我爹的玉佩怎么在你这里？哎，小兄弟，你看清楚啊，这个是你爹的玉佩吗？哎呦，不是啊，不过物有相似，但是我爹那个呢，就手工精细得多。你对玉佩有多少认识啊？我爹跟我说过，这个玉佩呢，当年他学厨有成之后，准备自立门户，所以他师傅呢就送给他作为纪念。但是后来不见了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就请了个工匠重新仿制了一个。是吗？他何时不见的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不过起码20年以上了。20年以上，在哪里不见呢？啊，你真是挺有趣的啊，这么好管闲事啊。这个玉佩外形呢，好像是乐山大佛。我去过四川的乐山大佛，但是我始终参不透背后的意思。小兄弟，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个疑团？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怪和尚，我帮你。我听我爹说过，那乐山大佛呢，是取其仁者乐山，仁者乐山，原来跟人字有关。还有啊，圣人有云：“一以贯之，仁也。”我爹呢就叫贯一，所以这块玉佩呢也代表了我爹的名字。啊，贯一，仁者乐山，乐山大佛。是啊，贫僧明白。小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我是在石家庄出生的吗？何年何月何日啊？我就看看你搞什么花样。我是康熙2年7月13在石家庄出生的，我今天重游旧地，没问题吧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在这里不见，又在这里看见了，果然是诸法由缘生。哎，行了，我真的没心情再听你说那些似是而非的佛偈，我还要赶去观音庙找我娘呢。告辞了，怪和尚。师父，找了那么多年，终于让我找到，他应该就是师父的后人。不过可惜，他重蹈覆辙，居然去当御前侍卫。善哉，善哉。我知道之前呢有官府中人来过，还问起你儿子身世呢。他要考御前侍卫是例行公事。但是他们说你儿子聂多宝是康熙2年7月13号出生的，我记得我帮你接生那天正好是我儿子满月，所以日子我记得很清楚。你儿子应该一出生就难产死了，那么这个聂多宝不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分明是撒谎骗官府的。你别这么说啊，事关重大呀，你也知道事关重大。这样了，1000两，如果你不给啊，我就把我知道的事说出来。1000两，你儿子当御前侍卫耶，1000两只是小钱，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找我了。好，我给，不过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，那我这儿只有50两，你先拿着，等我回到京城再拿给你。哼，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总之今天我拿不足银子呢，官府问什么我就直话直说喽。喂，你不能乱说话呀！你这么说会害死我们全家的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娘，多宝，哎呀，你别走啊！他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们俩到底有什么瞒着我？娘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多宝，有件事情我不想再瞒你了。其实我不是你的娘。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你是我们捡回来的。娘子，娘子，我在河边捡了一个婴儿啊！当年，本来我们住在济南，我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，可是大夫说我的胎不是很稳，你爹就陪我来观音庙祈福安胎。可是，在路上突然阵痛，匆匆忙忙的时候，就找了个庙祝婆来帮我接生，但是到最后还是保不住孩子。当时我真是生不如死了，谁知道你爹突然抱了你回来，真的好比天降灵儿。所以我们决定，当你是亲生的，还给你取个名字叫多宝，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。究竟我的身世如何？我不知道。当年抱你回来是康熙2年7月13日，我们就当你是那天出生。抱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差不多1岁了。为了避开熟人，不想让人怀疑，我们没有回济南去，搬去石家庄住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
我足不出户，说你身体不太好，不能吹风，其实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。难怪那个时候我比同年的小孩长得高，原来我根本比他们大1岁。后来你爹的大伯父过世，因为他无儿无女，我们就搬到京城去了，继承他长满楼的生意，以为可以过安乐的日子，谁知道你要当御前侍卫。你明知道我的身世有问题，还支持我考御前侍卫。本来这件事根本没有人知道，如今御卫引起了疑心，我便立刻赶到这儿来，希望能够亡羊补牢了。那个妙祝婆就是当年帮你接生的，就她知道这件事，她还勒索我1000两银子，当时我心里真的很乱。我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你的，娘。你何苦为我做这么多事？如今你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娘，你还会不会认我呀？所谓养身父母大如天，是不是亲生不重要？你们2个永远都是我的爹娘，除非你们不认我。认，乖儿子。总之，以后的日子跟以前一样，我们全家人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就够了。嗯。哎呀，现在妙祝婆不见了，万一她去报官，就要出大事了。我们立刻去找她。哎呀，你们是什么人呐？走吧，别在这碍事。站住！我知道你20多年前是帮人接生的。我问你，知道一个叫聂多宝的人吗？谁是聂多宝啊？我们是御前侍卫，你敢隐瞒真相、知情不报，就是欺骗朝廷，你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关老爷，你想问什么只管问了，我一定会照实说的。好，康熙2年7月13日，有没有见过一个叫高彩琼的女人？是你帮她接生的吗？太师大人，聂多宝，原来你也跑到这儿来了，看来你对这件事也很紧张。妙祝婆，要说真话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就是欺君犯上，我不会放过你一家人的。民妇不敢。那你从实说，康熙2年7月13日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高彩琼？有。20多年前的事，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因为那天是我儿子满月嘛，家里连做满月的钱都没有，居然有个聂大爷跑来找我，叫我帮他老婆接生。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当然做啦。后来呢？后来，你别乱说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后来那个女人怎么样？孩子又怎么样？后来那个女人生的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不过，最后也生出来了。生出来了？嗯，就这样。他找我接生嘛，那我就帮他把孩子生出来了。不是这样，那还会怎么样啊？还有，我记得呀，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好大一个啊，痛的那个女人呢，死去活来的。幸好最后呢，母子平安呐。他相公啊，还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呢。你真的没有撒谎？哎呀，关老爷啊，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撒谎啊。呀，现在好像有人呢找不到罪证整死我，就想恐吓人家，逼人家撒谎。关老爷，有人证明我生了个儿子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如果你们是清白的，为什么从侍卫营出来就离开京城，跑到石家庄来？我们来拜观音吗？是啊。京城没有观音让你们拜吗？我跑到石家庄。太师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其实我从小呢就已经拜认石家庄观音菩萨为干娘，要不是她保佑我，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大？不过有些事呢，真是由不得你不相信的。我一出生啊，我娘就帮我问过自身，他们说我呢将来会有很多小人阻拦，都应验了。
那现在呢，我就惹了官非这么大的事，我来求我干娘保佑我，让小人早日远离我，很正常吗？太师大人，难道大清律例，有说过，如果我不在京城祈福，是犯法的吗？哼！我再问你一次，当年你为高彩琼接生，那孩子真的没事？我说过没事就没事了，关老爷，你问我10遍，我也是这么回答你的。我们走。不送了。你为什么帮我们？其实为人父母，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啊？我也有个儿子，像他这么大了。你呢，也是为了保护儿子才回到这儿来的。我要是把真相说出来，你跟你儿子一定会有麻烦的嘛。谢谢你啊。那这儿有些银子，如果你不够的话，我回京城再拿给你。哎呀，我不能要你的银子，你们放心吧。总之我答应了，就永远都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。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，你就受我一拜吧。哎呀，我受不起的。你娘啊，还真是疼你啊，日后你可要好好的孝顺她。好了，跟你娘回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已经照大师吩咐的那么说了，相信官府呢不会再怀疑他们母子了。要施主为贫僧撒谎，这是罪过，罪过。20多年前，要不是大师为我儿子治病的话，也许他活不到今天。现在只是撒一个谎，就能救他们一家人。以前大师常跟我说因果，我也希望多种些善因，让我儿子可以早日的康复。这些都是施主跟贫僧的一点缘分。20多年前，要不是因为贫僧为了帮故人寻找孩子，找来石家庄，怎么会有机缘巧合遇到施主一家？当时啊，我儿子一出生就体弱多病，幸好多亏大师救了他。可是最近他的病又复发了，我为了要凑钱医治他，不惜又哄又骗，想想真是不应该。哎，那以后就不要再做了。哎，说起来一切都是缘分。我那么多年没回来，这次是为了送银两修葺河堤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你们。啊，居然让我再遇到聂多宝，谁知道他原来就是我要找的人，最后又是贫僧让施主去帮他。你说，一切是不是自有天数？我不知道大师你跟聂多宝是什么关系，不过大师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去做的。现在只是希望我儿子能早日康复。真正救了你儿子的是你的善缘。就说聂多宝好了，就因为他前世修了善因，才会遇到现在的父母。哎，善哉善哉。小心啊，这酒挺贵的。爹，啊，回来了？你们俩怎么会在一块儿啊？我在石家庄遇到娘，就一起回来了。来，没事吧？侍卫营的人没追去吧？真的有啊，差点被他们查到真相。幸好上天保佑，总算逢凶化吉，平安度过。哎呦，这就好喽。这些不是我们珍藏了20多年的状元红，你怎么全拿出来了？哎呀，你就懂得武功，我只懂得那炒菜铲子。家里边出了事情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嘛，就打算长满楼大减价，半卖半送，造福街坊，多拿点钱去做善事，希望上天保佑我们儿子平安度过。哎，你怎么跪下了？孩儿要爹为我担惊受怕，真是不孝。哎呀，你先起来啊！在石家庄，我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。你全知道了？我知道早晚瞒不住你。爹，其实我是不是你跟娘亲生的，根本不重要。你们养育了我那么多年，这份亲情跟亲生的有什么分别？总之，多宝在这个世上，就只有你们2位爹娘。
孩子，你能这么想，就算爹娘为你受再多的苦，也是值得的。那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侍卫营方面，侍卫营方面不会查出真相的。因为知道真相那个妙珠婆，她也帮我们，她没有说。那就雨过天晴了。只要多做善事，上天才会保佑啊！爹，你不要再担心我了。总之，我不当御前侍卫了，我以后跟你学厨好不好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只有多做点善事才有好报啊！是啊，儿子。依你所报，就是这次去石家庄无功而还了。这个聂多宝是有心回去的，一定有古怪。我要的是十足十的证据。既然没把握，聂多宝这件事就暂时放下吧。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向玉亲王交代贾尼俊的事。县丞，我叫你办的事办怎么样？贾尼俊在他10岁的时候，属下为了捉拿反贼，杀死了他全家。他长大成人之后，就假扮蒙古人，想混进侍卫营，目的就是想杀我。他原名罗万成，杭州人士。属下已经在杭州一带安排好有关罗万成的生平事迹，就算玉亲王派人调查，查到的也会跟我们侍卫营汇报的一样。好，我就照这个故事向玉亲王汇报。还有，以后要多加留意白喜堂。白喜堂，白喜堂的老板口口声声说不知道贾尼俊的事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妥。原来这个老板跟太医院的傅太医一直有联系，而且傅太医还帮他把鹿茸人参白喜丸进了宫。这个老板这么大本事，我们更加不应该放松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那聂多宝方面，既然没证据，聂多宝方面我不想再纠缠下去。另外，他可能跟玉亲王有关系，我不想多生事端。属下知道。不过，属下觉得奇怪，聂多宝由石家庄回京，至今没向侍卫营报到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认为步骑说的是不是真相？这件事，步骑大人不让奴才过问，所以毫无头绪。本王并无证据说他作假，况且本王跟步骑一样，也不想事情闹大，惊动到皇上。对了，其他侍卫的身份核实了没有？回王爷，其他的都核实无误。不过在捉拿倪俊期间，有一个叫聂多宝的，有意无意之间阻碍太师侍卫捉拿倪俊，所以步骑大人派太师侍卫暗中彻查聂多宝的身世。有这回事？当日聂多宝本来已经落选，但就是因为侍卫营作弊事件，才使他破格再被录取受训，但是一直受到步骑大人的排挤，可能会借助这件事公报私仇，趁机铲除聂多宝。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。到目前为止，聂多宝还没有回侍卫营报到，我看他可能不想当御前侍卫。大功告成，爹尝尝。哦，哎，我们一起尝尝啊！尝满楼未来大厨的手艺。呀，双喜双喜，来，怎么样？蔬菜很新鲜，一吃就吃出来了。肉很有鲜味啊！你们只说蔬菜新鲜和肉有鲜味，这跟我的厨艺毫无关系。自己尝尝，还没熟呢。哇，你们真会演戏啊！炒的熟不熟要看经验、火候，还有耐性、手艺的，哪那么容易？行了，我在炒，你们去外面快去。那我出去等你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你们还要试吃啊？刚才我吃过，真的很难吃啊！多管闲事，干活去！哼，下属。其实我刚才已经尽量做出惊喜和欣赏的样子，可是表哥的手艺真的不行啊。
你呀，用多宝做的菜做活招牌，不到1个月呀，准关门。哎呀，说他做菜熟能生巧嘛，虽然他天分不怎么样，但是最重要他肯学嘛。那我们一定要支持他。你只看到儿子愿意学厨了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儿子是不是真的开心呢？你也看不出。啊，他不开心？没有啊。表哥怎么会开心啊？我已经不止1晚看到表哥在唉声叹气，连那个木人桩啊也被他打得散架了。木人桩也打散了架了。由始至终啊，儿子的心愿呢，都是想当御前侍卫。你看看，他学一套拳，3个月就学会了。他学做一个菜啊，恐怕3年都学不会呀。只是表哥那么想当御前侍卫，为什么现在又不当了呢？你表哥孝顺我们嘛。哎呀，这种深奥的情感你不会懂的。表哥，哎，罗兄弟，聂兄弟，恭喜聂兄弟，终于可以一展抱负，成为御前侍卫。罗兄弟，你也知道，你的事，整个大石栏都皆知巷闻了。你到底什么人？为什么突然走了，又突然回来？我是什么人，你早晚会知道。只不过，既然能够成为御前侍卫，为什么打算放弃呢？这你也知道？我想你亲口跟我说。唉，其实事情很复杂，并不是3言2语可以说清楚的。况且我也不想再提了。我相信不会很复杂，要么父母反对，要么侍卫营里有人针对你，所以你打算放弃。厉害，你没说错。一来我不想我爹娘担心，二来侍卫营真的很复杂。从考核到实习，我处处被人针对，甚至想置我于死地。一个是上司，一个是下属，根本没得斗。聂兄弟，人世间有哪个地方没有奸险小人呢？只要光明磊落，又何惧小人？再说，如今朝廷这是用人之时，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，朝廷哪还有忠正之士为天下百姓办事？罗兄弟说的容易，天下阴险豺狼何其多，如今我抽身免被狼视，起码免得我爹娘再为我担心。相信你父母也不希望你遇到困难就放弃，同样希望你可以一展抱负。聂兄弟，以你的身手和头脑，你不想干一番大事吗？何况当今圣上乃是明君，正需要你这种热血青年做个好榜样。这一点我也感受到。康熙爷实行那么多德政，其实我真的很想为朝廷效力。罗兄弟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应该回侍卫营？一来免遭人口实，二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真材实料在侍卫营立足。说得对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就算最后失败，起码没有愧对自己。好，我就回侍卫营。男儿志在四方，为兄祝你马到成功。承你贵言呐！我乃常山赵子龙，一身是胆救恶斗。又是赵子龙啊，有没有新鲜的？有了。安泽，道宝，哼，我还以为有人不敢回来侍卫营。李道宝，本官知道你早已回京，为什么一直不回来报道？属下知罪。知罪？侍卫营不是你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。太师，一切就等步骑大人定断吧。侍卫营是一个讲究纪律的地方，我相信步骑大人也不容许一个没有纪律的人再留在侍卫营。太师，步骑大人，大人，别擅自猜测本官心意。步骑大人，属下因为家中有要事，所以迟迟未能回侍卫营报到，求大人恕罪。擅自离营，当然要罚。不过这次罚你的并非本官，而是玉亲王。王爷在等你。
奴才参见玉亲王。聂多宝，步骑大人说你很多天没回侍卫营报道，所谓何事？罗兄弟，聂兄弟，为兄今天遵守承诺，对你坦白身份。没错，本王就是御前大臣，当今皇上的二皇兄，玉亲王。奴才有眼不识泰山，请王爷恕罪。不知者不罪。当日本王隐瞒身份，与你平辈论交，何罪之有？不过你要记住，以后有其他人在场，本王跟你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。没其他人的时候，就以兄弟相称。奴才不敢。我真的很珍惜跟你豪情畅饮、互诉平生的日子。以后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好兄弟。坐吧。那我就叫你福全兄了。好啊。不过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以后要是你犯任何过错，本王也会秉公办理，不会徇私。这个一定。还有，我跟你的关系不会有人知道，所以你在侍卫营能不能一展抱负，有所作为，就得看你自己。我常山赵子龙何时令关云长失望？啊？喂，本王跟步骑大人说过，会亲自处罚你。聂多宝，本王就罚你3天3夜驻守城楼，之后便收拾心情，一心一意为朝廷效命。奴才遵命。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3次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才發